不迎来的凤凰 AI 七色5277 Cursor 跟最初的版本比起来已经改天换地了。本视频将使用 Cursor 零代码开发一个很有意思的 Python 程序，来分享最新版的使用方法。为了节约大家时间，这里剪掉了下载安装的过程。实在对这个流程感兴趣的小伙伴们，可以在视频介绍区找到相关视频观看。Cursor 安装完毕之后，打开一个空白的文件夹作为项目的根目录。点击这个积木一样的图标，在这里搜索中文，会看到官方提供的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两个扩展插件，根据情况选择一个点击安装，重新启动 Cursor 就可以了。注意，右侧这个面板是 Cursor 的核心，可以使用 Ctrl+I 或者 Ctrl+L 来控制开关。绝大多数和 Cursor 的交互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这个输入框提供了3种模式 ：Agent、Ask、Edit， 这是 Cursor 的灵魂功能，使用起来也很简单。大语言模型在这里配置，Send的旁边有一个小按钮是用来上传图片的。Cursor 可以把设计草稿变成网页或者是桌面客户端。Agent 可以翻译成为代理或者助手。这个功能对业余开发者来说非常友好，完全不写一行代码就能够开发出一个不错的项目。当然，前提是你能够清晰地描述项目的需求。项目开发过程中需求调研非常麻烦。AI 崛起之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打开腾讯微搭，进入开发平台，使用 AI 创建项目，点击需求高手这个功能，把不成熟的想法输入进来，马上就能够得到一个成熟的需求文档。复制这个需求，粘贴到 Cursor 输入框，要求 Cursor 安静的根据这个需求完成项目。点击 Send， 静等 Cursor 开发完成，不过也不能太静，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执行命令的操作，需要我们来确认之后 Cursor 才去执行。等待 Agent 的编码完成，可以点击单个文件接受代码，也可以点击这里一键全部接受。从想法变成可执行的代码不到1分钟。在2年前，只能冒着侵权的风险复制粘贴才能实现，但是运行程序的时候出了问题， Cursor 在第一时间获取到了错误信息，并主动开始修改代码，重新安装项目的依赖，最后停在了执行命令行这里，等待我们确认操作。点击执行命令，一个功能完善的摩尔斯发报机就诞生了。不但能把文字转为摩尔斯码，还能够把摩尔斯码转成文字。假如你和你的女同学人手一个，那么你们聊点什么就没人知道了，除非第3个人拿到了这个密码本。Agent 不但能够生成文件，也能删除。删除动作是一个危险的操作，所以每删除一个文件都需要我们来确认。如果你对 AI 做事很放心，可以打开设置，启用 VLLO 模式，这样 Agent 就完全成了脱缰的野马，添加、删除、修改文件都不需要我们操心了。点击这个加号创建新面板，选择 Ask 模式。这个模式强项是和整个代码库聊天，它比你更了解你的代码。聊天的对象是由 at 这个符号决定的。at codebase 是指把项目所有的文件作为上下文。稍后我们会详细说到关于上下文的问题。聊天过程中 Ask 模式也会给出一些代码建议。点击这个应用按钮，能将建议代码插入到对应的位置，然后决定是否接受更改。Ask 模式优点很明显，它会告诉你任何代码变更的细节，让开发者明白每一次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Edit 模式针对单个文件进行精确的单任务修改。说人话就是，如果想对单个文件进行优化修改，用这个模式准没错。例如，想给这个程序增加一个复制功能，就可以打开主程序文件，把需求告诉 Cursor， 很快复制功能就能够增加完成。在 Edit 模式要求 Cursor 执行项目代码，它会给出详细的操作步骤，然后让自己点击运行按钮，完全不管是否打开了 VLLO 模式。切换到 Agent 模式，重新执行指令， Cursor 就会自动执行程序。复制按钮已经添加成功，功能完美可用。Edit 模式还能够执行更加精确的命令，比如修改项目中的某一个函数。还有一个亮点， Cursor 在每一次执行 Edit 之前保存了程序的一个副本。如果你想回到修改之前的状态，只需要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了，这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。上下文是一切 AI 功能的基础。Cursor 在你打开项目的同时，就会开始索引整个项目文档作为上下文，也就是说，对于 Cursor， 项目没有任何秘密可言。可以使用 at 功能来针对特定的文件和文件夹来进行对话。点击这个 at 符号，可以直接选择要使用的上下文。上下文可以是文件或者文件夹、代码、远程文档或者 GitHub 上的代码仓库，或者是我们曾经和 Cursor 的聊天记录，
曾经运行过的终端窗口，其中 Codebase 是整个项目库中的文件，这个命令只能在 ASIC 模式下才起作用。可以说，科瑟的上下文是我所见过的 IDE 里面最全的，从项目代码到运行日志和聊天记录，全面覆盖了开发者和 IDE 的交互场景。科瑟之所以能够撼动整个开发键，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差点忘记说了，这些 ITER 的对象是可以多搭配、任意组合的。至此，对话面板上的功能大致已经介绍完了，但是有一个更加便捷的功能还没有说到。这个功能对一个职业开发者来说非常有帮助。如果你不想做一个真正的开发者，现在就可以点赞订阅这个频道了。关闭对话框，把注意力转移到代码上。没有自动完成功能的 IDE 不是一个好的人工智能体。Cursor 用定制化模型支撑了一个强大的自动完成功能。通常情况下，只需要在合适的位置上写上一段注释，简单的阐述一下需求，自动完成功能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功能。自动完成的代码灰度显示，点击 Tab 键来接受代码，或者点击 ESC 键来忽略建议。当然，直接无视自动完成的代码，继续手戳，这些建议也会自动消失。除了能够根据注释需求写代码之外，还能够很快的学习代码模式。例如，我们在这个函数里面调用了日志函数，当我们把光标定位到其他函数的时候，自动完成功能立即明白我们是想在这里也增加一个调用，我们只管点击 Tab 键就行了。Cursor 针对代码的行内操作提供了一个 Ctrl+K 的快捷键，这个快捷键会在光标位置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，在这里写出需求， Cursor 就会在当前光标位置生成所需要的代码。当你选中代码，然后 Ctrl+K 唤醒窗口的时候，可以针对这段代码提出一些需求，比如优化这段代码或者检测是否有问题。还可以在终端窗口中点击 Ctrl+K， 此时 Cursor 会把窗口中的内容作为上下文来唤醒命令行。可以在这里使用自然语言发起指令， Cursor 会把自然语言翻译成命令，显示在终端。这时候点击 Run 按钮，或者直接点击 Ctrl+ 回车，命令就会立即被执行。以后再也不用记那些不太常用但是又很重要的指令了，一切交归 Ctrl+K 就行。这就是新版的 Cursor 最核心的应用功能，已经分享完毕。新的功能给开发者带来了便利，也让我们付出更多的学习成本来讨好 AI 为我们服务。这种情况在通用人工智能问世之前不会有所改善。当然，保持学习是件好事。如果视频内容对你还有一些帮助，记得点个赞带走，积极表示衷心的感谢。下期视频再见。